3I-Atlas 正一步步逼近火星轨道。这个来自星际深处的过路客带来的最新观测数据出乎预料，让一线研究团队连连改口重新计算，因为它的表现与我们对常见彗星的认识并不相符。新近捕捉到的现象离奇到让人皱眉，促使天文学家立刻升级观测计划，把它与火星的贴近飞掠当作一次关键实验，力求在它经过之前把每一分数据都吃透。此刻 NASA 的多台深空探测器与望远镜已切换观测窗口，集中火力追踪这颗高速掠过太阳系的异常体，调整姿态与曝光参数，争取在有限窗口内获取高质量光谱与影像。研究团队在最新数据中扒出了数条令人瞠目结舌的线索，涉及它的气体喷发、反射特性以及轨道围绕，拼起来像一幅前所未见的彗星画像。其中最抓人眼球的是化学成分分析给出的结论，这家伙在元素比例与挥发物组成上严重出圈，与教科书里那种冰尘混合球的典型彗星对不上号。相反的假设逐渐成型，它更像是源自一颗环境化学条件近似火星的类地行星，也许是那个世界的一块碎片，在宇宙长河中漂流至此。照常理，我们一见彗星就会下意识认定它以水冰为主，毕竟多数学到的都是脏雪球模型，水冰风度往往占大头。确实如此，普遍观点认为，彗星出生在行星系的冰冷边缘地带，那儿温度常年极低，氢、氦和以水为主的冰类物质堆积成团，慢慢孕育出这些冰河。然而 3I-Atlas 的个性与同类截然不同，像是一名不按套路出牌的陌生客。检测结果显示，它并非以水为主，反而二氧化碳含量居高，伴随少量一氧化碳，水分只占很小一撮，这个配方相当反常。对彗星谱系而言，这样的组合十分罕见，几乎可称为异类标本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这种成分比例与火星大气的主成分高度呼应。火星以二氧化碳为主，这点与 3I-Atlas 的挥发气体有惊人相似之处。这背后传递的信号是什么？我们究竟在和哪一类天体打交道？简单说，这更像是在告诉我们， 3I-Atlas 并非诞生于太阳系外缘那种标准的彗星育儿室，它的出生环境显然不同。相反，它的化学指纹指向一种更氧化、更行星化的环境，温压、反应途径可能接近火星，从而塑造出不一样的物质谱系。因此，它在外观与身份上更像是一块来自类火星行星的断片，也许是地壳或表层被撞击剥离的残余，而不只是惯常意义上冰与尘的冻结集合体。按传统看法，彗星像时间胶囊，封存了行星形成前的原始配方，帮我们回望恒星系统的婴儿期素材。可 3I-Atlas 明显跳出了这个框架，和原始物质胶囊的标签对不上。它更像是出自一个已经历地质演化、化学分化的行星域，经历过氧化与分层，而非纯粹的原始堆料场。这正是最勾人心弦的地方，它可能携带的是行星级环境的线索，而不是冷库里的原料包。更巧的是，它横穿太阳系时，只与火星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近距离擦身，仿佛专程挑了这位红色邻居。更让人挑眉的是，从颜色到挥发物表现，再到尘埃特性，它呈现出的气质竟与火星本体若即若离的相似。因此，研究者不免追问，这一连串对上号的细节，会不会只是巧合堆叠出来的假象？亦或它与火星之间潜藏着更深的渊源，比如共同的化学源头，甚至一次古老的撞击关联？还有更大胆的设想被摆上台面，如果这不是纯粹的天然产物，它会不会是某个类火星世界上先进文明活动的副产品，甚至是被设计过的装置或材料？值得一提的是，哈佛教授阿维·勒布曾提到，早期数据在其成分中看见了镍的影子。
却迟迟补不到铁，这个不对称性极不寻常。而在近期更敏感的光谱观察里，团队终于在它的挥发气体中同时锁定了铁与镍的信号，证实两者的确存在。问题在于二者的相对比例极高，远超常见彗星样本。现有蒸发与释放模型难以给出自洽的解释。论文作者强调，在我们常用的观测距离与温度条件下，按理硅酸盐、硫化物以及夹带铁镍的金属颗粒都蒸不起来，理论温度门槛压根不够。也因此在挥发里直接看到游离的铁镍原子就显得格外费解，仿佛有另一套释放机制在背后运转。这些异常信号合在一起，进一步撑起了行星碎片假说。3I Atlas 或许不是传统意义的彗星，而是某个类火星世界被剥落的物质块。如此看来，它与火星近距相逢这件事，也许不是宇宙随手一掷的巧合，而是源头相近带来的自然重逢。更妙的是，在靠近火星的窗口期，它还露出几招非常规操作，让观测日志里多了几页问号。首先，它持续释放可见气体，挥发愈发浓密，这意味着物质在流失，整体质量缓慢下降，这是活跃天体的典型标记。按常理，喷发会产生非引力加速度，像开了微小自控发动机，令轨道出现可测的细小偏折。可偏偏在它身上，这种喷发推力效应不明显，行为方式与模型预测不对称，哪怕挥发已经肉眼可见，它的轨迹依旧稳定如初，几乎看不出被喷流扯动的迹象。有研究据此猜测，它要么密度更高，结构更紧，要么内部有超出预期的自重与强度，才能在喷发时仍纹丝不动。这也间接指向更大的整体质量。早期粗算给出的数量极惊人，它的质量或许比以往观测到的典型彗星高出3位数以上，达到1000倍级别。更新的估算甚至把上限抬到330亿吨以上，这对一颗自然彗星而言几近不可思议，逼近小行星的量级。问题不只在于它太重，还在于星际介质中可供输送的固体物质量有限。以过去10年的出入流量，很难解释这样一块庞然大物如何飘抵太阳系腹地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直白点说，就是星际货运通道里并没有那么多岩石货源可供运输到这里。换句话讲，这是否又添了一条证据链，指向它不是单纯的天然天体，而可能另有来历？没错，因为按我们对星际介质的统计，单位体积的岩质颗粒与大块物质稀少，很难支撑频繁巨量的自然迁移。此外，我们早就注意到3I Atlas 的来向与著名的瓦信号大体来自同一片天区，这个重合点引人浮想联翩。当年那个强烈的无线电脉冲，就是在那里被射电望远镜捕获，几十年来一直未有定论。如今进一步比对后，人们又发现两者在时空上的对应关系更为紧密，巧合的层数在叠加。研究团队回溯1977年的天区轨迹时，意外地发现3I Atlas 的假想路径与当年观测记录有惊人契合之处。在1977年8月，它在天空中的方位几乎落在瓦信号源的同一片区域，范围重叠度很高，也就是说，它与那次标志性的射电异常在天空投影上几乎并肩而行。具体来说，角距只差几度量级，一轴约4度，另一轴约8度，在全天尺度上属于极小偏差。放在浩瀚天幕中，这样的角距可谓针尖之差，单纯巧合的可能性自然被大幅压低。以统计推断估算，这种级别的对其偶发概率不足1%，已足以引发严肃讨论。围绕3I Atlas 的另一大谜团是那抹诡异的绿光，像给它披上一层难解的外衣。一般来说，彗星泛绿多因双原子碳 Cr 在阳光照射下被激发发光，这是教科书里解释绿彗星的标准路径。可在3I Atlas 的挥发里，
观测并未明显检出 C2 或其他常见质率分子，这让常规解释失效。于是这一团绿光就显得格外离奇，像是在用我们尚未掌握的配方点亮自己。既然常见元凶不在场，那么到底是什么机制或物质在驱动这抹绿色？这成了绕不过去的问号。除此之外，它还出现了突发增亮的现象，亮度变化之快让观测日志来不及翻页。初次记录时，它只有约18等的微弱亮度，普通望远镜根本抓不住，必须依赖大型设备长时间曝光。然而紧接着，它像被点了开关一样迅猛提亮，飙到约12等，肉眼不可见，但对业余天文台而言已相当醒目。这次跳级依然缺乏令人信服的机制解释，现有喷发与碎裂模型都难以完全对上节奏。通常彗星靠近日侧后，受热升华，尘埃释放，亮度是循序渐进的爬升，曲线相对平滑。可这回的骤亮更像一次突发事件，仿佛体内结构断裂，囊中气体泄压，或某种外部触发在瞬间生效。更巧的是，这次增亮恰卡在靠近火星的时段，难免让人联想到火星的引力、稀薄大气，甚至磁环境是否扮演了某种导火索。3Atlas 的穿行路线同样耐人寻味，从入场到离场的几何关系处处藏着反常。不同于多数星际访客的倾斜轨道，它几乎贴着黄道面滑行，好像熟门熟路地沿着行星大道前进。一路上，它一次次与多颗行星擦肩而过，距离小得令人紧张，却又巧妙地绕开了地球的汇合窗口。更绝的是，它过近日点时恰好掩于日后，从地球观测角度几乎被太阳遮挡，效果像是在刻意玩一次躲猫猫。把这些片段拼在一起，绿光之谜、突增亮度与黄道同面，对地引申，这一切真只是偶然叠加？还是说，我们面对的并非普通的流浪彗星，而是一类更复杂、更少见的星际来客？要拆解这些问号，各路团队已经排兵布阵，调度更大口径、更高分辨率的望远镜，对它展开密集的多波段联测。从地面台站到轨道天眼，都在排班接力，既抓光谱看成分，也盯光变看活动，还尝试成像解析挥发结构。因为它与既有样本差异过大，经验难以套用，天文学家心知肚明，只有拿到更细的参数与更完整的时间序列，真相才有落地的可能。更让人兴奋的是，眼前就有一次与火星的近距交汇，等同于送来一座天然实验台。在10月3日掠过红色星球之际，研究者能近距离评估它在行星环境中的响应，包括受热、受风与受磁的即时变化。这种星际访客与行星近距互动的案例极为稀少，具有开创意义。未来教材里或许就要新增这一页。不少团队期待借此验证若干关键点：它是否释放异乎寻常的微量成分？光变曲线会不会再度突跳？火星稀薄大气与磁层边界是否能留下可测的指纹？感谢收看，后续有任何新数据与图像，我们会第一时间整理成通俗易懂的解读，继续陪您追踪这位神秘来客的每一步动向。